我穿越的15年里，一直谨言慎行，不敢露出半分与别人不同的样子。然而，在我及笄的这一天，我娘拿出一本小册子，告诉我，女儿家更要明理。于是，她给我讲独立人格，讲妇女解放，讲德先生与赛先生。黑色的字，越看越红。我的娘啊，你也是穿来的？亲爱的朋友，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，偶然翻开一本旧书，指尖触到泛黄的纸页，突然就想起某个午后，阳光透过窗棂洒在书籍上，连灰尘都在光束里慢慢飘。那时的时光好像特别慢，慢到能把书中的每一句话都嚼出味道。欢迎来到时光书房，喜欢我的朋友欢迎点击订阅分享。那我们故事开始。我穿越了，穿成个刚出生的小团子。产婆把我抱去我爹那里的时候，我爹脸拉得老长，因为我又是个女儿。我还在襁褓里用尽了力气挤了个笑容看向他，满院子的人啧啧称奇，皆称这定是天赐的父女缘分。我老爹这才把我从产婆的手里接过去，可算是有了点笑模样。从那个时候我便知道，穿越到古代做女儿，绝没有古言小说里那么美好。在最初的几年里，我有时仍会想想那些古言小说里的情节。睡觉前，想象着自己拿了大女主剧本的故事入睡。但很快，封建时代向我尽情地展现了它的丑陋与恐怖。我7岁的时候，被我娘送去了女学。和我一起的还有李大人家10岁的女儿。我最喜欢她绣的帕子，我冲她撒娇，非要让她送我一条兰花的，再送一条梅花的。她把我当成粘人的小妹妹，笑着应了我，随即又红着脸叫我也不要淘气，好好学绣花，毕竟以后得给自己绣嫁妆。我伸手戳戳她粉嘟嘟的脸蛋，逗她不知羞。她气得拿纸团丢我。下学前，我和她约好，明天先绣那个兰花样的。可是从那天之后，我再也没见过她。我想她，想问她那2个帕子绣完没有。我去问夫子，夫子面色沉沉不语。我想找他，却发现自从来了这里之后，我能看到的就只有这四四方方的天。后来我听丫鬟婆子嚼舌根，才知道她那天回家下轿时崴了脚，不小心摔在了旁边马夫的怀里，那马夫下意识伸手拖了她的胳膊一把，却不想被人瞧见了。李大人怕他玷污家里门楣，当晚就叫人拿刀把他的手砍了。我得知消息后，在窗子前坐了一宿。我想找点什么东西纪念他，却什么都没找到。我没有那么幸运穿越到一个开放些的盛世，也莫能穿成王妃公主。什么宅斗权谋，才子佳人都与我无缘，或者说与这个时代的绝大多数女性无缘。礼教与3纲5常沉甸甸地压在头顶。我怕疼，也怕死。我不敢再有任何出风头的想法，只想苟住自己这条命。渐渐的，我的早会与实力得到了先生的认可。毕竟我的灵魂已经30多岁了，学东西总比别人要快。我认真地背着女德与女训，哪怕心底翻了80个白眼。认真的绣花，认真的认命。我马上就要及笄了，也该一亲了。先生对我10里名讳的评价，成了我能尽量挑选一个好夫家的筹码。来说亲的媒婆不少，有好几个勋爵人家的子弟竟也来打听我。我爹第一次因为我乐得合不拢嘴，天天自吹自擂他当年向我外祖家提亲的决策多么正确。娶了我娘，他这个大老粗的武将也能生出个才女来。我外祖家官虽然不大，但是世代文官清流。我娘更是饱读诗书，别有气度。是的，别有气度。我从小一直觉得我娘的气质和其他夫人不一样。
我爹出去打仗，他利落地给他装行李，从不哭哭啼啼，贴心程度完美。我爹娶小老婆，他从不刁难，贤惠程度完美。仆人犯了错，他从不打杀，还经常放了奴籍出去，仁厚程度完美。要说我爹如今官声不错，我感觉一半都是我娘的功劳，但我总觉得我娘她心里有事。直到我及笄当晚，我娘拿着个小册子走进我的房门。妇女解放，德先生与赛先生，三座大山，人的尊严，独立与解放。听着我娘慢慢讲述的声音，我的大脑皮层忽然炸裂，各种熟悉的词汇让我 DNA 动了。我一把抓住我娘的小手，几乎是眼含热泪地说出了那一句：其变偶不变。我已经想象出了我娘对出口号的下一句后，我们两人抱头痛哭的场景。我一定要控诉她，娘，你把孩儿骗得好苦啊！早知道咱都是老乡，关起门来唠嗑不行吗？然而，上述场景并没有发生。我娘微微瞪大了水汪汪的杏仁眼，有些迷茫地看着我，鸡什么？我也懵了，咋回事？暗号不灵了。我抓着我娘的手莫松开，反而紧了紧。娘，你也是穿来的对吧？从现代社会穿越来的。听到这话，我娘的脸色有些变化，半晌她才悠悠叹了口气，穿越形容的还挺贴切。只不过现代社会是……这回轮到我瞪大了眼睛，娘，你从哪年穿过来的？1940年。她看了看我的眼神，又补充了句：民国29年，你呢？我沉默了好久。我从2023年来，我从新中国来。堂前有风起，那风似卷起旧时空里历经100年的时光，兜兜转转地拂动我娘鬓边的碎发，又吹过我的额前。我娘的杏仁眼瞪得更大了，过了好久才反应过来，手有些颤抖，声音也在抖。2023年，那……我知她想要问什么，喉头也有些紧。我认真地看着她的眼睛，一字一句地说道：山河仍在，国泰民安。我娘有些怔住了，杏仁眼里闪过一些极复杂的情绪，猛地抓住我的双臂，脸上全是急切与希冀。小鬼子呢？打跑了。咱们赢了。是的，我们赢了。还打仗吗？不打了。大滴大滴的眼泪从他的眼眶滚落，砸在我的手上，有些烫。我感觉我的心口也有些烫。还有人欺负咱们吗？没有了，再也没有人敢欺负咱们，他们只会忌惮，然后害怕我们。我一直觉得我上辈子英年早逝，才活到26岁就被车撞死，太亏。可我娘上辈子才活到17岁，没享过一天福，在贫瘠与痛苦中挣扎的17年。我静静地听着我娘给我讲述她的故事，才知道什么叫做纸上得来终觉浅。历史书上短短几行，就是他们的一生。波澜壮阔、青史留名的只有鸡人，大多数人都像我娘这样，被滚滚前进的历史车轮碾碎，成了乱世硝烟中的一抹灰。他是当年的联络员，专门帮根据地的队伍们传递消息与情报。刚打来的时候，我也怕。可是我爹死了，我娘被他们欺辱完扔在路旁的臭水沟里，我弟被他们用尖刀挑死，肠子流了一地。从那以后我就不怕了。星星之火慢慢燎原到他所在的地方，他毫不犹豫地加入，然后被发展成了一名联络员。我问他是怎么就义的。他们把我抓了，想问我八路的据点，但我不肯说。他们就拔了我的指甲，又拔了我的牙，钉了我的手，又划开了我的肚子。我娘有些哭累了，我搂着她，轻声给她讲了很多故事。
我给他讲了侵略者的投降，给他讲10月1日典礼上的礼炮，我还给他讲了鸭绿江岸的大雪，讲了西南密林里的硝烟，还有上山下乡、下海经商、电灯电话、电视电脑、手机平板、大厦桥梁。讲到词穷，我扯了几张纸，开始给他画了一面大大的5星红旗，画能飞上外太空的火箭，画能修成大裤衩形状的楼，画能装下所有书的晶片，画能在地下跑的列车。我娘像个初学字的小孩一样，眼巴巴地坐在一边听我讲，看我画。我手舞足蹈的连比划带画，她则努力地想象那些对我稀松平常，却是她从未见过的一切。等她实在想象不出来的时候，就会笑眯眯地说：“好，真好。”她眼里的情绪太复杂，我看不懂，但我想哭，我好遗憾，遗憾不能真的让她看到后来的新中国。天蒙蒙亮的时候，我娘推开房门，拿了些黄纸在我的后院烧了。她蹲在地上，整个身子就小小的一团。她迎着火光，说着些什么，热泪滴到火里，那火反而更旺。我猜，她也许是在和她当年的同志们汇报吧。马车出了城门之后，我还是有些困得睁不开眼睛。娘，你要带我去哪儿啊？我娘眨了眨眼睛，根据地。啊，我来了精神，娘，咋的？还有老乡啊。下了马车，面前是一处很普通的院子，可进门后，迎接我的竟然是前年被发卖出去的王嬷嬷。当时她不小心打碎了我祖母礼佛用的香坛，我记得很清楚，当时祖母发了好大的火，因为那香坛是她花了100金求来的。在佛堂前，祖母亲自拿了鞭子狠狠地抽了好几鞭，还要找人伢子把它卖去凉州做苦役。我娘拦了下来，还发还了奴籍，放她出府。祖母觉得我娘忤逆，想让她去站规矩。幸好这事儿传出去，人人皆夸我娘仁厚亲善，祖母这才作罢。王嬷嬷见了我高兴得很，直夸姑娘长大了。我见了王嬷嬷也高兴，但更多的是好奇。我觉得她好像活过来了。以前在家里做仆人的时候，总觉得她灰扑扑的，不是指人脏，而是指感觉。而现在穿的依旧是当初的素棉衣服，但整个人都亮了起来，充满生机。王嬷嬷有些不好意思地告诉我，当初她被赶出来之后，再没有人家收她做奴婢，又没有一技之长。我娘找到了她，给她饭吃，还教她识字。现在她已经能当先生，教别人了。她带我进到后院，屋子竟然被改成了2间学堂。其中一间里面有很多半大孩子，正在跟着先生认字。另一边则有一位老师傅，正在教稍大一点的孩子织布。我凑到我娘身边，挑了挑眉，小声道：“陈石墨同志，你这地下工作开展得不错嘛。”我娘无奈地摇了摇头，回了句：“多谢组织夸奖。”我愣了愣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我突如其来的笑声把我娘吓了一跳，瞪了我一眼，把我甩在后面，自己进了一间厢房。陈石墨同志，你这是恼羞成怒。我自己走到我娘对侧的椅子上坐了下来，看着我娘有些红的小脸，莫忍住又笑了起来。我看我娘有些要抽我的趋势，急忙敛了神色。娘，开学堂可不是闹着玩的，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？我娘伸手摘下我鬓边的双股钗。姐儿，你知道你这钗可以买多少斤粮食吗？大米可买150斤，如果买杂粮就更多。我抿了抿唇，没有说话。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，其实也是很开心的。我从来没有过过这样好的日子，顿顿都能吃上大米白面，还能穿上这么软的衣服。
衣食住行还有人伺候。可以说，我确实被这些糖衣炮弹腐蚀了。我娘抿了口茶，目光沉沉。出嫁前，我随我娘去了我的嫁妆庄子。你知道的，你外公家只是个小官，但是给我的铺子与田地也能岁入几百两。我看着那些瘦弱的农民，看着他们黝黑又浅瘪的脸颊，就像看到我曾经的爹娘。我发现我还是农民的孩子，我是曾经在旗帜下发过誓，要为信仰奉献生命的人，我怎么能踩在这些人的头顶，吸他们的骨血享乐呢？我明白，见过光明的人不会愿意在黑暗里装下。我娘出嫁后，除了婆婆难伺候些，我爹不是个多事的，慢慢得了些自由，他就拿了嫁妆银子开了这家学堂，表面上则称是善庄。京中豪门贵族多开善庄，逢年过节施粥出去，彰显恩德与慈悲。所以我娘这家有些偏僻的小庄子并不显眼，她收留那些无家可归的妻儿，或者上不起学堂的穷苦孩子。无论是男是女，无论资质如何，都可以来这里上学。还找了些年纪大了，没有铺子愿意要的老师傅，每月给上1、2钱的工钱即可。所有人的3餐免费，想要住宿的就只是大通铺。即便这样，对于那些平日里只能寻得片瓦遮身的妻儿来说，已经是近乎天堂般的存在了。学生长大了，想要谋生路的可以自行离开，学而有成的还可以留下任教。还有一部分人被我妈塞进了自家府里做活，花匠杂役账房管事。我掰着手指算了算，不禁啧舌，家里的实际权柄大概都被我妈掌握了10之8九。不愧是我娘，发动群众力量的能力相当有一套。还有一部分学成的已经被她送出京，开了分校。这几年的学生也要有个几千人了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。我娘说，她要做的就是成为那一点火种，点燃星火。我拿过我娘的分校图与账本，细细翻看了几页。娘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分校一开，你藏在善庄之后的想法就会暴露出来？我心头有些发紧，除了王嬷嬷外，还有几人知道你的身份。如果传出去的话，在世人眼里，你抛头露面，又私立学堂，不说朝廷，就是成家就能治你的罪。到时候各种大大的帽子扣下来，你可怎么办啊？我娘四平八稳，那又如何？看她的样子，我更急了。官府如果发现了你的企图，是会杀头的。我娘面上没有一丝波澜。我知道。那你，我急得挑眉。上辈子我做的事也是会杀头的，但总要有人去做，不然岂不是要亡国？而且听了你的故事，不是更证明那是值得的吗？我听你爹说，南边的沿海城市有很多坐船来的金发碧眼人，他们在请求和我们通商。我心下一沉，王朝腐败，固步自封，叛乱四起，再走下去还是我们之前的老路。我娘抬头隔窗看向旁边屋子里那些一脸朝气的孩子。我不希望这里的人，这片土地再承受一遍那样的痛苦。哪怕我做的事情依旧是徒劳无功，但哪怕只改变一点点呢？我娘的杏仁眼亮晶晶的。我忽然明白了些什么，有些心慌。娘，你究竟要干什么？我娘收回目光，看向我。中华儿女多奇志，敢叫日月换新天。我怔了半晌，明白了她的想法，手脚变得冰凉。我有些怕，真的，但又觉得心口有些热。我娘叹了口气，她告诉我，她带我来这里真的没有别的想法，只是她太孤单，没人能懂她，直到终于遇到我，这个和她来自同一片时空的灵魂。
他说他原本只想教我一些进步思想，这样不至于在未来蹉跎一生。但现在看来不用了，这样就很好了。至于这里，锦儿，这是娘要做的事，和你无关。我娘认真地说道。只是，真的能无关吗？回来后，我就一头躲进了我的小院里。我想了一宿，我在想，要不我还是就这样吧，就当今天没去过那里。我好好的认命，挑一个差不多的人家嫁过去，不就是侍奉公婆，绵延子嗣吗？忍一忍就过去了。老公讨小妾，我就当看不见。本来也没什么感情，起码有人伺候，吃喝不愁。就这样过完一生吧，就当上辈子的新中国是场梦，解放什么的，太遥远了。我就是个生在和平年代的小弱鸡，我没什么战斗经验，也没有我娘那一代人的理想和信念。放弃吧，算了吧。迷迷糊糊中，我睡着了。梦里我好像真的就这么嫁人了，还生了个女儿。女儿拉着我的手想要出去玩，但下一秒那只手就被砍断了，鲜血糊了我一脸。我抬头看过去，却发现女儿的脸变成了李家小姐的脸。她满脸泪痕地看着我，就站在那里看着我。第二天一早，我推开了我娘的房门，我抱着一摞纸，冲着我娘笑了笑。你好，陈石墨同志，程锦向您报道。我娘拿着我写的东西看了又看，这都是些什么鬼画符？我笑了笑，告诉我娘，这是公事。我刚穿过来的时候，还没有放弃成为大女主的梦想，但我担心等我尝到能接女主剧本的时候，我已经把我会的都忘光了。高考完一个暑假就能让我把知识都还给老师，何况要10几年。所以等我能拿笔的时候，我就开始偷偷的默写。我是工科生，记的东西包括但不限于各种公式、方程式、经典图纸以及我能背下来的理论知识，还有穿越女必备的火药、肥皂等等，甚至我能想起来的古诗词、流行歌、古言小说的套路也记了一沓子纸。我已经把什么叫做穿越小说给我娘讲过了，她拿着那张宅斗指南笑个不停。我气得喘了口粗气，站到凳子上。陈石墨同志，你这是在嘲笑我的劳动成果。话音刚落，门口传来一阵叩门声。夫人，老太太在主院等您。我立刻缩进了我娘的背后。来寻人的是我祖母房里最不苟言笑的嬷嬷，我大声喧哗，怕又要去被训。我娘看了我一眼，眼中嫌弃的意味毫不掩饰，整了整衣衫，便出门去了。片刻后，带回来一个消息，我爹又要去平乱了。我娘从主院回来，便立刻着手为他准备行装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娘掉马了，我总觉得我娘收拾东西时的背影透着那么些许愉快。毕竟我爹这一走，1年半载能回来都算快的。府前，我爹上了马，几个姨娘和姐弟妹们期期爱爱地凑到他身边，叮嘱他早日平安回来。我爹应了几声，抬头瞅见站在台阶上的我和我娘，皱了皱眉，不知想起什么，面色缓和了几分。锦儿的婚事我有数，不用急着应付那些说媒的。顿了读，又说锦儿还小，再多养几年也无妨。我娘淡笑应下，声音依旧柔柔的像团棉花，却听不出情绪。我扯了张笑脸，走到我爹跟前，行了个万福。爹，祝您得胜回来。我爹看了我一眼，有些欲言又止，最后只粗粗地说了句，没事别总缠着你娘胡闹，在家里好好绣你的嫁妆。说罢，策马而去。我爹不在，我和我娘的教育事业发展得更肆无忌惮。就这样，我成了学堂里的新老师。
我先偷偷交几个信得过的人，再由他们作为先生在学堂里向外传授。我和我娘约定，目前学堂只免费教那些上不起学的孩子认字，资质好些的可以进到下个阶段，接受基础物理与数学的课程，慢慢启发民智。为了保留革命火种，课堂内容暂时绝不涉及任何思想理念。我娘回了趟娘家，我外祖父和几位舅舅都是文官，虽然不大，但也有些门生，且最好名誉。不知他怎么说的，反正这公益学堂的事儿算是过了明路，又是善举，渐渐也有了些名声。我和我娘有时出入也不必太遮遮掩掩。日子一天天地过，倒真有不少人慕名来求学。毕竟我设置的几个物理小实验还挺新奇的。我第一次见到裴毅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他绝不是普通人。他虽穿着布衣，言谈也极为平和近人，但依旧掩不下满身的气度。旁边人告诉我，他来得最晚，却学得最好，很会举一反三，有的时候连先生都被问住了。我心下了然，原来前2天傅先生拿回来问我的问题是他提出来的。我抬眼看向他，或许是目光太过明显，他也偏头朝我看了看，点头致意。回家的路上，我娘叫车夫去飞云楼停一下，我最喜欢吃那儿的桃花酥。车夫下去采买，我娘摸了摸我的头，姐儿，你怎么魂不守舍的？刚才下学，我去找傅先生问了那人的名讳，叫做陈一。我心下一阵无语，这个假名也太假了。他明显是个大人物，却愿意同那些市井贫民挤一张桌子上学。若要打探消息，着下人来就是了。我不觉得学堂有什么值得他这般上心的地方。我抿了抿唇，没有说话。却在这时，车外一阵女声传来：“你一个庶出的下贱胚子，竟敢以下犯上，果然是小娘养的不懂规矩。”这话说得极粗鄙，我娘忍不住皱了皱眉。这里虽然礼教森严，嫡庶有别，但实际上世家大户最重颜面，刻薄庶子庶女是要闹笑话的，很少有人天天会把嫡庶之分摆在口上。再说，连这几任皇帝都不是皇后嫡出，莫谁会想着去碰这个眉头？你以为你穿金戴银就能掩盖你那卑贱的出身，攀上高枝？你自己拎不清身份，我身为嫡姐却不得不教你规矩。今日你就跪在这里，好好反省。话音落了，传来少许啜泣之声，大概是哪家的王公贵女打马长街，如此气派。我娘眉眼间带了嘲讽，我知她最讨厌这种封建至极的出身论。我抿了抿唇，那女孩在这人来人往的酒楼之前被如此羞辱，怕是回去就要投井了。车夫买齐东西，驱使马车向城府驶去。我挑起一角车帘，向外看去，只看得一个盛气凌人的红衣背影。不知为何，我竟觉得方才那画中的感觉十分熟悉。第2天，夫子又拿来了几张纸，有些惭愧地说，这依旧是那个叫陈一的学生提出来的，但他不会回答。我垂目看向纸上的最后几个问题，心里有了答案。为了启发思考，我利用学堂传播了一些故事，用最白话的文字，以寓言、传说的形式写的故事。我把飞梭织布机写进了织女的传说，把蒸汽机说成是太阳神的泪滴，把杂交水稻说成是神农的技法，还有很多很多。其实有些我也不太懂，但我只需要点明一个大概的样子与方向，因为我需要做的就是一个引子。在意识形态与生产力都不与工业革命匹配的时候，我不会揠苗助长的直接把成品摆在他们面前。
但是等他们有意识去创造这些东西的时候，这些引子也许会让他们少走一些弯路。而这纸上的最后几行，全部都是针对织布机的改造还有冶铁相关的疑问，不是凭空探讨，而是已经落在实处的疑问。很明显，叫陈一的这个人已经开始实践。我细细地算着，开售课程不过4个月，故事传播开来不过3个月，能敏锐地从故事中得到启发，能立刻将课堂上的原理应用，并有能力着手改良，有能力反复试错。这个陈一究竟是何身份？我握着纸张的指尖有些发凉。我面上不显，依旧提笔写了回答，交给夫子。转天一早，我就去了学堂。下学后，我抬步走向夫子休息时用的茶堂，陈一果然在那里。很多年后，我在回忆今天的场景，已经有些模糊，但是裴毅站在桃花树下，花瓣满肩，少年意气的模样倒依然清晰。只不过那时我还不知道他叫这个名字。他似乎有些意外，我猜他早就知道这家学堂的老师另有其人，但是没想到是会像我这么小。敢问这位小先生可能为在下解惑？他端正地行了一礼。我侧身避过。解惑不敢当。我粗着嗓子道，此人背景深不可测，有财力有人力，连野刚也能说是就是，若想算计我，我应当丝毫没有招架之力，所以不妨把话说得明白些。公子提的问题不难解答，只是在下想问一句，公子志在何处呢？他抖开纸张，指着上面的字。小先生高才，寥寥几句可值万金。想必开设学堂是为天下生民立命，陈某愚钝，但也愿与君同道。也许我的道并非你的道呢？我定定地看向他。京城富户竟豪奢，可我走过乡野僻壤，食不饱穿不暖者大有人在。每逢冷冬年份，一家人把所有的布料都盖在身上，也要被冻死。若逢天灾人祸，辛苦1年的收成还抵不上税收，多数无米下锅。诚如公子所说，这几个故事可值万金，可这万金却不是我想要的。他听后眸色深了深，我知他听懂了。如果他只是想通过我帮助他造机器、增粮产、炼钢铁发财，而不是受用于民，那我宁可自毁长城。民生多艰，公子生于云端之上，怎会懂的？他叹了口气，陈某懂的。我笑了笑，意思不言而喻。我抬眼看他，他却又重复了一遍，吃不饱穿不暖的滋味，我懂的。他格外认真地看着我，告诉我他不知道我为何懂这些，他不想也不会追问。只是如果真的有能让所有人都吃饱穿暖的办法，是天下生民之幸。他冲我深深一拜，抬起头来说道，请小先生赐教。他的眼睛生得很好看，透出的感觉我也很熟悉，我在我娘的眼睛里看到过。我想了想，点了头。就这样，他不戳破我的女儿身，我也不追问他的身份，就当是我们只是暂时同行的搭档。我把他送来的改良到一半的织布机重新画了份图纸，虽然离真正的飞梭织布机还是有些差距，但足以将效率提升几倍了。果然，1月后他送来了几匹成品，还特别高兴地告诉我，以前几个织工需要半天才能织完的布匹，现在一个人1个时辰就可以做完了。只要能够推广开来，不出几年，也许真的能够人人穿暖。入秋后，我祖母上山礼佛，家中更松快了些。我与陈一在学堂接头，他给我回馈实际使用中的问题，我给他调整图纸。来得勤了，一来二去也与这一批学生熟了些。
有个同学打趣，说我身子骨也太瘦弱了些，他发了工钱，真应该给我买2斤大骨补补。他在附近的一处餐馆当帮厨，下了工有空会过来听学。他说的兴起，下意识的就伸手过来搭我的肩膀，却被陈一架住。他不觉有他，絮叨了几句就转身忙别的去了。我回头看向他，无声的感谢他替我解围。他耳尖红了点，但没有再多说，只是告诉我他请了110来个有经验的老农，在试验我的杂交水稻。如果顺利的话，明年第2季稻子出来，就能进行初步的选种了。我爹已经走了7个月，据说评判的形势不太好。祖母日日在上山替他祈福，过年也没回来。府中的除夕过得有些冷清。祭完祖后，我娘便让各房自己回院守岁，也更自在些。我在我娘的屋子里赖着。陈一的事情他早就知道了，他见了陈一一面，觉得这人真的很适合被组织发展，便也随我去了。他自己则更忙。学院里，我负责专业知识，而我娘则负责发展群众。这方面，我很相信他的宣传能力。就算哪天哪里举起了赤旗，我都不足为奇。过了子时，领了压岁钱的，我满意的回院。我坐在镜前，打算藏一下我的小金库，却发现一只簪子正压在我的妆台前。那簪子造型很是特别，顶上用黄玉雕了骨碎，并不如何精致，但每粒稻子都圆鼓鼓的。簪下有一张纸，老去又逢新岁月，春来更有好花枝。年节过后，学堂重新开课，有一些学员不来了，但更多的还是留下。开年的第1场雪落了下来，陈一下意识伸手想替我拂去肩头的雪花，却不知想起了什么，手有些顿住。簪子不好看吗？怎么不戴？声音里似有些凄凄。我偏头想了想，挺好看的，就是和我不太合适。他笑了笑，如朗月入怀，那下次给你带个合适的。我没回答他。远处相熟的几个学生在招呼我俩，他们偷偷带了酒，要赶着正月末过去，一起热闹热闹。好容易熬到下雪，便迫不及待地围坐一圈。陈依依就是尽力地将我与那些汉子隔开，有些凛冽的松香味儿钻进我的鼻孔。酒还是那位在餐馆帮厨的大哥带来的，因着在这儿学了算术，他已经成了账房，工钱也涨了，算是学子里比较宽裕的。打了街头最便宜的烧刀子，就着2碟花生米，一桌子人就开始砍起了大山。我侧头看了看陈一，他正笑着给几个年长点的拜年。酒入喉头，一点也看不出他对这酒有任何一丁点的嫌弃。我更是佩服。相处久了，我对他也有了些了解。虽然还不清楚他究竟是哪家的公子，但是年幼时他好似过得很是辛苦。他说过，他认野菜的本事就是在小时候练出来的。长大后，似乎又去了边疆几年，常给我讲些风土人情。大概就因为是这样，所以才养成了他离经叛道、痴迷科学的性子。酒至酣处，一个人神秘兮兮地开口：“我听我在侯府当差的姐夫说，郑国公家的小姐自从去年落水后，像变了一个人。从前有些笨笨的，可是突然会了好多东西。我也听说了，那小姐变得可厉害了，将郑国公一家子庶子庶女收拾得服服帖帖，现在整个郑国公家都归她说的算。”从学堂回来后，我赶紧和府中的嬷嬷们打听这位郑国公家的女儿，这才知晓郑国公嫡女谢思华，这小半年已经名扬京城，现在已经被人称为京城第1才女。默默绞尽脑汁才想起来，她还写了个什么词，还起了个词牌名。
叫水调歌头。听着这个名字，我心下一沉，突然明白，那天我在大街上遇到的那位王公贵女的熟悉感是从何而来了。我找到我娘，告诉她，这位谢思华小姐可能是和我一个年代穿过来的。一开始我娘还有些兴奋，可听说她就是那天在酒楼前惩罚庶女的那位后，又有些沉默。总之，咱们与她井水不犯河水。我心想，理是这个理，但不知为何，这心里总有些惴惴的不踏实。又过了3月，春稻已经种下去了，据陈一说，长势很好。知不机他换了个名义，把功劳推在了别人身上。京城和附近几个大城已经开始投入生产了。他还说，要不我也找个山庙上个香，借机带我去转转。我心里有些期待。这一年虽然可以经常出来走动，但规矩还是多，且要处处换装隐藏。所走的地方只是多了个学院罢了。真的好想出去玩。我和我娘说了这事，我娘看我的眼神有些古怪。我刚要说就当我开玩笑的吧，她却笑着同意了。我连忙收拾了下，想去学堂找陈一商量，但连院子都没出去。我家被一队官兵围了，领头的说，我和我娘裹挟聚众，散播邪理邪法。学院已被查封，我们2个人也被扔进了大狱。狱中很冷，又很潮，冷意顺着潮气直往人的骨头缝里钻。我娘扯了外裳，把我的脚裹上，我又把她的脚也放进来，相对而坐。陈石墨同志，咱俩翻车了，冻得我声音有点抖。我娘往我身边凑了凑，景儿，别怕。我说同志，看不起谁呢？我哼哼了2句。锦儿，娘自有安排，一定能保你安全。如果有人来救，你就赶紧和他们走，不用管娘。我娘附在我耳边悄声说。我一听，当时就急了眼，陈石墨同志，你在说什么？你这是让我叛变革命啊？不行，绝对不行，要走一起走。我娘一把按住我，紧接着又把我死死地抱在怀里。我是你的同志，但我也是你娘，娘不会让你出事的，你听话。我娘的杏仁眼红红的，像护崽的小兔子。娘，我趴在我娘的怀里，尽力地忍耐哭声。我娘的手在我的后背上轻拍，就像小时候我睡不着时那样。娘上辈子是为保家卫国而死，这辈子依旧是为了理想战斗而死。娘不后悔，真的。但是姐儿，你比娘有本事，你得出去。我张口就要反驳，我娘一板脸，学着我平时的语气，程锦同志，组织现在是在命令你，你要服从命令，听指挥。我的眼泪早已夺眶而出。是。夜深了，我嚼着送来的凉米饭，依旧窝在我娘跟前。娘，这事情来得太快了。我咬了咬嘴唇，觉得哪里有些古怪，咱们也没教什么，怎么就会被扣了呢？嘎吱一声，远处的狱门被推开，狱卒点头哈腰的簇拥着一人进来。那人鬓边的不摇叮当回答了我的问题。来的人果然是他，镇国公家的嫡女谢思华，现在的太子妃。他挥退了狱卒，站在我的身前，隔着栏杆，满身华服，高高在上。监狱里的味道腐败难闻，他拿出手帕，厌恶地按在鼻前。鸡变偶不变，我差点被我的口水呛死。我真应该像我娘那样，直接给他来一套社会主义组合拳。但看他的样子，怕是不想和我叙旧。符号看象限。我无奈地回答。谢思华得到了他满意的答案，微笑了起来，看来是没抓错。他俯下身，把手穿过栏杆，
拨开我脸上散下来的头发，长的倒有几分姿色。他脸上有些警惕，要不是抓了你，我还真有点不放心。起身，他拿手帕擦了擦手，然后扔到了地上。说吧，你这么能耐，办学堂办得风生水起，到底想引起谁的注意？我查过你了，一个中郎将家的嫡女，却这般不安分，是嫌弃去你家提亲的几个伯父门第太低？我无语，是真的无语。我说你好歹9年义务教育也念完了吧，怎么来到这儿了，满脑子就只剩下嫡庶神教，抢男人害女人，斗这个斗那个的。谢思华脸色一白，怒气上涌，呵，说得好听，你折腾了这么久，目标是谁？太子？楚王？随即脸上又浮上一丝得意，我现在可是太子妃，你想做什么也没有任何机会。收起你那瓷镜脑袋吧，莫人要和你抢男人。你以为本宫会信？我投降，行了行了，大不了你画花我的脸，我把我娘推到前面，又或者你把我娘就出去吧，她就是一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古代人，被我糊弄才会一起办学堂。我死死地扣住我娘的手，不让她说话，其实我心里紧张极了。从谢思华的态度就能看出，他不可能给我留活路。我之所以还能好好和他说话，就是想给我娘博一线生机。哈哈哈，笑死！别说你娘，你们学堂里的那些贱民一个也别想跑。谢思华面目有些狰狞，听了这话，我的心直接凉透了。你太天真了，还启发民智，动摇国本。我好不容易斗倒了那么多人，成为太子妃，马上就会成为皇后，我儿子则是下一任的皇帝。我不可能让任何人有任何机会破坏这一切。毕竟，手握大女主剧本的人只能有一个，对吗？谢思华自信一笑，他掏出一个小瓷瓶扔在我的脚下，看在都是老乡的份上，赏你一瓶毒药，总比被砍手来的体面些。说完，转身离去。他走后，我娘心情有点低落。我知道他是为了什么，轻声安慰：嗨，我们新中国的人才不都像他那样呢？半晌后，我娘点了点头，也对，俺们那个时候也有汉奸。我笑得肚子有些疼。我和我娘缩在角落里，不知道为什么，谢思华来闹过一通后，我害怕的感觉完全消失了。现在还真有点英勇就义的悲壮，就是有点后悔，也不知道学堂里的人，还有我编的教材还能不能留下来。外面好像突然乱了起来，监狱里巴掌大的窗户透进来好多火光，到处都是人的叫喊声，还有急匆匆的脚步声。吧嗒一声，狱门再次开启。这次进来的人好像有好几个，脚步粗重，我似乎都能听见盔甲与铁器相撞的声音。我的手心顿时变得汗津津的。脚步声越来越近，我娘死死地护在我的身前。突然，寒凉的刀光划过我的视线，牢舍的锁被猛地砍断。那人走了进来，我借着透进来的光仔细辨认，有些不可置信。爹！我和我娘出了牢舍，在狱卒休息的地方稍微落脚。狱卒已经被打昏了，我爹的兵被他遣散了回去，各自逃命。而我爹则坐在椅子上，不停地神经质地念叨着。1年多没见，他黑了好多，也精瘦了不少，这副模样看起来更奇怪。完了完了，这次肯定死定了。我劫了大狱，劫了大狱啊！不光打了败仗，我还带着兵到处乱闯。我还把守卫砍了，然后他的视线在我和我娘身上定格。突然带了哭腔，这次真的得全家一起死了。他猛地来了一声凄厉的号叫，让他的公鸭嗓变得更难听。我有些忍不住，喊了句：爹，你这……
他突然看向我，指着我娘：“你娘就是个没良心的，老子知道，他压根就不把程家当他的自己家。老子无论回不回去住，还是讨小老婆，还是不停地生儿子，他都没感觉。他一直看不上老子是个大老粗，他就是看不上老子。我想劝劝他别伤心，我娘不是看不上你，她是平等的看不上每个人。可他又好上了，可是我放不下啊。”呜，我娘有些无奈：“你当着孩子的面瞎说啥呢？”老子莫瞎说。你敢说不是？我娘沉默了，没有答话。爹，要不咱们先去个别的地方？你个小丫头片子，你以为还有地方可去啊？不过是早死晚死罢了。我看着窗外还不停晃动的火把影子，有些疑问：“爹，这么大动静都是您弄出来的？”啊，不是，其实今晚老子进城的时候就发现城里已经乱起来了，不然我也不会。我爹突然噤声，我娘又抓住了我的手。这座牢狱又来人了，这次脚步声更密集，人更多。我爹用袖子擦了把眼睛，缓缓抽出刀，迎向通道那侧。脚步很快四散。程锦，程锦，你在哪儿？任谁都能听出声音里的急切与担忧。我心头一怔，陈一已经冲到我面前，我爹那一刀也没能砍下去，因为他已经看清他的长相。陈一的面色有些苍白，眼稍微红，鬓发也有几缕散落，衣襟前更是破了个大口子。他双手握拳垂落身侧，又到底没忍住，抬手握住了我的肩膀。程锦，你没事吧？和他同声响起的还有我爹的声音：“八皇子。”我瞪大了眼睛，他脸上闪过些愧疚，冲着我爹点了点头。他那样聪明，环顾了遍四周，就明白发生了什么事。陈一阿布，裴一回头对我轻声说：“你先去寻个落脚处，若我还能回来，就去找你；若回不来，你就带着他们去北疆。”他挥了挥手，身后走出了4个精壮的死士。八皇子，皇城里发生了什么事？我爹夯声问起了情况。楚王掀起了反旗，正在与太子对峙。我爹有些反应不过来，那应该赶紧去驰援太子殿下。裴义本来转身欲走，回头却突然瞥见了我爹身上的甲胄。中郎将今日是率部下归京的。我爹忙不迭地称是，又想起自己带兵劫狱的事，有些心虚，连忙用眼神瞄我。裴义只当看不见，时势迫人，中郎将可愿随我去分一杯羹？我爹跟着裴义走了，也是，除了裴义营以外，我家根本没有别的活路。我猜他为了将功赎罪，肯定会拼杀特别狠，不知道还能不能活着回来。我没有跟裴义留给我的人走，我娘安排的接应就在大狱外面。若是没有今晚的变故，闯狱救人的就是他们。我们到了城西的一处庄子暂歇，而城里的厮杀声直到第3天才平息。晚霞照亮京城，只是不知那红云是不是鲜血染红的。我以为我娘会有些不适，可她只是平静地对我说，无论是更迭朝代还是变法革命，哪有不流血的。我再次感叹，论心理素质，我不如我娘太多啊。接下来全城禁言，我和我娘乐得在庄子里继续避避风头。后来也不知过了多少天了，我只记得那天风冷的，吹在脸上像刀子一样。我爹敲开了庄子的门，我没有回家，而是被几个公事领进了皇城。和我娘分开前，他对我说，不要受任何事情影响，跟随自己的心就好。无论什么决定，他都会支持我。但我心想，要是我自己也不知道呢？我被领到了宫内的兴渊阁，这是整个皇城最高的建筑。若站在兴渊阁最顶层的墙边，
可以俯瞰整座京城。公事示意我上去之后，便远远地退开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走了上去。裴毅就站在那墙边，一身明黄。他没有回头，我也没有行礼，走到他旁边站下。他很是高兴，回头看我，眸子里都是星光。还好，我真怕经历这一遭，你会怕我。我抿了抿唇，是有些怕的。裴毅笑了笑，当初不是有意要瞒你的，要是告诉你我是皇子，你可还会教我那些吗？想起我们俩曾经像特务接头一样传递图纸的时候，我也忍不住笑了。他向我走近了一步。你还记得当初我向你问过的盛世该是何般景色吗？那是今年新春刚过，我们在善庄偷偷喝酒的那一天。烧刀子真的很烈，喝到最后，桌上还清醒的人只有没喝的我和裴毅。他随口向我问道：小丫头，你说的这些东西都造出来后，就能迎来盛世了吗？我看着他似醉非醉的样子，心神也有些松了，半真半假的开始讲起了前世的模样。我以为他醉了，莫想到这人记到了现在。裴毅不再看我，而是看向了远方。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，天下万物都在脚下。现在还不是，但是很快就会看到了。他迎着风，平静地说道。这一刻，我才真的觉得他已经是一位帝王了。我的后代都会为了你说的那个场景而努力。你愿意留下来，和我一起并肩看吗？他目光澄澈，将所有的心思放在天光之下，任我揣摩。我看着他的脸，似乎还和当时在学堂里第一次见他一样。翩翩好少年，差一点我就要心动了。我在心中长长的叹了一口气，退后一步。民女不才，只会教书，愿尽微薄之力，为陛下谋取人才。我低下头行礼，却瞥见他的手有些抖。他沉默了许久，但终究是平静了下来。好。我随公事出宫，走到宫墙外的时候，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。裴毅依旧站在城墙之上，也在万人之上，有些萧索，也有些遥不可及。我不再看他，回头出宫。方才其实有几句话我没有和他说。想要达到理想中的盛世，绝不能依靠皇权，靠几道高高在上的圣旨，也不是简单的启民制、重科学就能办到的。那将是一场自下而上的彻底变革。我和我娘的案子没有了下文，我俩回到了城府。但周围人看向我和我娘的眼神终究是不同了。直到一封圣旨送进府中，肯定了我爹的从龙之功，擢升他为骠骑将军。圣旨中提及了我和我娘忠勇思变，这4个字一出，整个世间再也没有人敢拿我和我娘被扣押的事情说事。下出的一场倾盆大雨过后，整个京城的气氛都变得清新了起来。裴毅确实是个好皇帝，他登基半年来恩威并行，朝野清明，政令畅通无阻。他依照当时在学堂里我与他说过的那样，谨慎与外国通商，全国设立新式学堂，鼓励发明，轻徭薄税，批准女户，准许女子独立成户，读书入仕。当年的善庄也早已恢复，裴毅当年护住了善庄里的所有人。待地上的雨水快干透的时候，我和我娘收拾好了行装。我背着包裹，带了3名可靠的家丁，站在堂前等他。他去和我爹道别。屋内，本该因着加官进爵而意气风发的我爹，不知为何被有些驼了。留在京城，也能做你想做的事。我爹的声音有些闷，但比那夜的哭喊好听多了。本不同道，何必同行？我娘平视他的眼睛，声音还是像团棉花。大概是春雨还有些寒，他弯腰咳嗽了起来。
可倒再也没有抬头看我娘一眼。最终，我娘冲他行了个万福，转身向我走来。我回头看了眼被屋檐切割成四四方方的天，然后走了出去。我和我娘会去更多更远的地方，也许永远没有落脚的那一天，但是所有我们播下火种的地方，都会有星星之火深深根植于沃土之下，只待某一天猛然长成参天大树。行到京城外郊，我与我娘找了个路边茶铺歇脚，听旁边的食客谈到，说这是附近生意最好的茶铺，颇有野趣。上茶的女郎温柔恬静，我却注意到她缺了一只手。我猛地抬头向她看去，她却有些诧异地回望。察觉到自己的失礼，我急忙收回目光。女郎上完茶后便去招呼其他客人，仿佛什么都没发生。看着她的背影，我的心好似被酸汁浸过，酸涩的有些发胀，眼前也有些模糊。匆匆喝了茶，便招呼我娘往外走。而这时，我的手里忽然被人塞了什么东西进来。我低头看去，那是2条手帕，一条是兰花的，一条是梅花的。全文完。番外：我叫裴毅，是位皇子，排行第8。7岁开蒙之前，我生活在宫里最偏僻破败的宫室，经常吃不饱，穿不暖，就连小太监都能欺负我。用他们的话说，我的生母是个极卑贱的人，只是偶然得到皇上垂怜，才有机会生下我。我的生母卑贱，我自然也卑贱。我还小，但我也很生气。我的娘亲是世界上最温柔善良的人，哪里卑贱？而我和他们所有人一样，都是2条胳膊2条腿，又有哪里不同？我不服，所以经常和他们打架，每次都是头破血流的。后来我要开蒙上学，才出了这座宫殿。外面的生活果然好很多，有好多吃不完的白米饭和白馒头，还有各种我没见过的菜肴。我偷偷藏了2个馒头放在胸口，回去带给我娘亲吃，然后就狼吞虎咽地吃饭。我的哥哥们指着我狂笑，紧接着我就被夫子罚跪。他们都说我不懂礼节，毫无皇子做派，果然上不得台面。我有些委屈，不是罚跪很累，而是我不懂他们，更不懂自己为何受罚。什么叫做礼节，我听都没听过，也不认识这2个字。我不懂为什么多吃2口饭就上不得台面。晚上我回去找娘亲，却发现她死了。那2个白馒头，最后她也没吃上。后来我就搬出了那里，他们找了另一个女人，让我叫她母妃，说以后她就是我娘。我又不懂了，所以又挨打了。总之，后来我挨了很多的打，也学会了很多东西。等长到15的时候，我拿了秋猎的第1名，没有得到夸奖和封赏，反而被我父皇遣到了北疆。这次我懂，一个出身卑贱的皇子怎么敢压过他喜爱的太子和楚王呢？去北疆正好，反正我也不愿意陷他们。我临行前一直照顾我的嬷嬷哭着对我说，北疆民风不开化，刁民甚多，不知理且粗鄙不堪，我去了那里真是受罪。我笑着摇了摇头，在这皇城里才是真受罪。如果可以，我这辈子都不要再回来了。北疆的风真的好冷，气候严酷，又经常有敌来犯，可谓是民不聊生。我想帮他们，却没有办法。我写过折子，可是都石沉大海。我想着京城里的雕梁画栋，第一次生出想把它们全砸了的想法。可是想砸，也是需要实力的。我突然觉得来北疆也挺好，起码方便我做很多事。接下来的时间，
我就在北疆一边吹着风，一边做自己的事情。5年期满，我被召回京城。太子与楚王此时已经是成水火，但依旧没谁想要招安我。毕竟我还是他们眼里的那个卑贱之人啊。回来后，我听府里人说最近有个善庄很有名，我原本以为是哪个贵族又想出来的沽名钓誉的方法，直到我看到了那几页的寓言故事。我当时想，难道我的运气真的这么好？真的能有让百姓吃饱穿暖的办法？我立刻换了衣服，去那善庄里当了学生。上过几次课后，我更加欣喜若狂。我确信我的运气真的很好，那绝不是什么传说故事，而是能实现的技术。我一边偷偷实践，一边通过各种手段去找那善庄真正的主人。可是我没想到，竟然是个小姑娘。我承认，我刚开始接触她的时候，确实存了功利心。但是，只要她那双大眼睛看向我，我就能找回初心。因为我不想让她眼睛里的光灭了。她心里的希望，也是我的希望。我要守护她。后来，我终于赢得了那场战争的胜利。我压抑着心里的想念，飞速地理清朝纲，然后把她接进宫来见面。头一天晚上，我高兴得都默睡着觉。盛世的画卷在我心底慢慢勾画，而那画卷里怎么样都有她。可是，她在城墙上拒绝我了。就像我没有勇气说破一样，她也只是淡淡的行礼。那一刻，我真的想不管不顾地把她留下。但我忍了又忍，我还想做个好人。这皇城我不想待，让她走出去也很好。登基10载，这10年里，我发行每一道政令的时候都很谨慎，因为我总会想，无论他在哪儿，他总能听到的。我不想让他失望。这一年，我知道他回了京城。没错，我很无耻地派了密探在他身边。虽然我的初心是想保护他的安全，但我还是忍不住探听他去的每一个地方。而现在，他和我就在同一座城里。我再也忍不住，微服出宫见了他。他有些瘦了，人长得也更高了，更漂亮了，大眼睛还是一闪一闪的。我藏在树后，贪恋地看着他，一刻都不想错过。这样状态的我，怎么能藏得住踪迹？果然，他离开前，冲着我的方向招了招手，然后转身离去，和当年一样潇洒。真是气人啊！我抬步走到他刚才站的地方，那台阶上放着一袋稻米种子，里面还插着当年我送给他的那只黄玉簪。今天的时光书房之旅到这里就暂告一段落了。下一期我们会带着新的时光之书与你相遇，可能是关于老上海的弄堂故事，也可能是藏在经典名著里的岁月细节。记得常回来看看，时光书房永远在这里，陪你在文字里与时光温柔相拥。咱们下期见。